各位有缘人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我们的一生中，很难接触到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有的只是生活中触手可及的简单小事。生活并不是由大事组成的，这些事并不枯燥，认真看，每一个都非常有意思。如果这一件又一件的小事都去做了，生活的质量就变了。想要通过一件内心热爱的小事实现脱胎换骨、焕然重生，变得丰盛富足、自在圆满，你需要从内心深处找到热爱的事物，并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。如果你的工作或事业让你感到迷茫和纠结，我强烈建议你继续观看这个视频。我将揭示5条很多人可能一生都无法领悟的天机。这5条天机可能帮助你扭转迷茫的人生轨迹。首先，请思考一个问题：你的工作或事业是否是你内心热爱的？你在做事时是否感到充满力量、无比热情、非常快乐、毫不费力？如果不是，那么你可能还在迷茫、匮乏和焦虑的道路上继续梦游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从表面上看，你的工作和事业可能并没有承载你本应该找到的人生使命，而只是成为了你面对生活压力的谋生手段。你被眼前的谋生手段困住了，束缚了，限制了你的发展。从深层次来看，你在人生剧本中迷失了，把假的当成了真的，把真的当成了假的，活颠倒了。你可能对这句话不太理解，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，我换个角度来讲。很多人活了一辈子，都没有搞明白生命的真相。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造物主让你来到地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？一旦你搞明白这个问题，一切都豁然开朗了，所有的答案都摆在你面前。生命的本质真相，造物主的真实意图，就是为你设定好全部的人生剧本，让你按照剧本精准无误地经历人生百态和层层关卡。这些关卡一遍一遍地唤醒你的灵魂，期待你有一天觉醒开悟，看清宇宙和生命的真相，不断地为自己的灵魂开疆拓土，升级跃迁，与宇宙母体源头意识趋于一致。希望你能在尘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，一生致力于一件内心热爱的事业，并用它来服务他人，让世界因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将因觉醒和悟道，以及为众生奉献而自然获得丰盛、富足、自在和圆满。换句话说，生命的真相和造物主的真实意图，是让你在现实中修行，完成灵魂的升华，实现人生使命。通过运用高维智慧和能量，你将因无私地利他而获得无心自立的成果。这绝不是让你沉溺于剧本，而是让你超越剧本，从演员转变为导演和编剧，以导演和编剧的视角，让所有与你共演的角色都因你的存在而受益。然而，一旦你陷入剧本，可能会为了快速达成目标而选择捷径，不再忠于灵魂。
不再追求天命，而是选择一种让你感到不快乐、不舒服的工作或事业，并因此被困住，无法觉醒，无法真正富足，无法真正自在快乐。这就是我们许多凡夫俗子一生的生活状态，如同蝼蚁一般，非常可悲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做自己内心热爱的事情。如果你能深刻理解这些道理，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这5条逆天改命、脱胎换骨的天机，你就能更容易理解了。第1条天机，你的人生旅程必须以轻松快乐为基调，这意味着你必须投身于那些你内心深处热爱的事业。你所热爱的事物是你灵魂觉醒的出发点，它们蕴含着创造奇迹的元素，如爱、专注、热情、喜悦、当下、宁静、品质和好奇心。然而，许多人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限制性的信念，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艰难的，需要经历苦难才能成为人上人。这种信念导致了苦难的生活，并不断吸引和投射这种生活模式。为什么你不选择一件你热爱的事情呢？我猜想很多人可能会说，他们被生活所迫，需要养家糊口，这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一条艰难的道路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真正的原因是你被恐惧情绪所支配，你预先想象了一个让你害怕的结果，而这个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你选择苦难道路的原因。打破这种恐惧的幻象，忠于你的灵魂，选择你所热爱的事物，将开启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。在这个旅程中，你会遇到对的人，过上对的生活，处于对的状态，做对的事情。你会发现，你之前所害怕的结果根本不存在。忠于你的灵魂、意识和直觉，它们的力量远超过你的思维分析，带来的结果也将是美好的。第2条天机是关于相信的力量。你真正热爱的事物，无论多么微不足道，都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，让你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，变得富足、悟道、得道。这并不是说你必须去做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也不是说你必须拥有超凡脱俗的才华。原理其实很简单，你热爱的事物，必然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热爱。当你去引领他们像你一样快乐时，你最终也会悟道和富足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通过热爱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而悟道、富足的原因。例如，有人一生热爱《红楼梦》，通过解读这部作品而悟道、富足；有人特别喜欢瑜伽，通过调养身体、帮助他人而悟道、富足；有人热爱道家养生，通过研究、分享养生知识而悟道、富足；有人超级热爱旅游摄影，成为年入100万的大 V、大师和达人；有人热爱篮球，成为有教学思想体系的教练；有人热爱书法，开宗立派，通过书法悟道、富足；
有人一生热爱美食，成为有独特见解的美食家。所以朋友们，你有热爱的事情，就坚定地去做吧。因为做热爱的事情，你内心深处的神明会降临现场帮助你。其实，所有阻碍你生命绽放的，不是你热爱的事情有多么渺小，而是你内心贴满了太多的不可能的标签。请把这些标签，连同你对未知的恐惧幻想都撕碎吧。第3条天机，在热爱之心的指引下，你必须追求更高的标准和更高的品质。当你热爱某件事情时，你一定会尽一切努力使其变得更加出色和完善。你会查阅学习所有相关的书籍资料，拜访并跟随所有值得尊敬的导师和专家，练习所有必要的方法和技巧。你会全身心投入，至诚至敬地追求卓越，使它的标准和品质不断提升至新的高度。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点，那么你并不是真正热爱这件事情，没有实现知与行的统一，而仅仅是一种消遣和敷衍。你热爱的事情所展现的高标准和高质量中，蕴含了所有的道、感天动地的意念，以及显化一切的能量。例如，你有没有见过苹果公司需要通过商业模式、促销打折等手段来吸引顾客？他们不需要，因为他们的产品水准和品质本身就具有吸引力，自带流量和价值。所以只要你发自内心的热爱并去做就足够了。正如刘德华的一首歌《笨小孩》所唱，老天喜欢笨小孩，老天自有安排。第4条天机要求你用你所热爱的事物，以菩提心出发，将其转化为工艺品用于布施，或制成商品来服务他人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你能够使大千世界的众生因你而变得更好。只有通过布施和服务，你才能回归源头，与众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，下载源头的智慧和力量，创造一个丰盛的现实世界。这是你在地球上的唯一任务和使命，也是你生命最终的意义所在。你能想象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使命和意义吗？人为什么会感到痛苦、匮乏和孤独？那是因为他们与源头割裂，切断了潜能的发挥。你就像是海洋中的一朵浪花，只有融入大海，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力量。如果你自我欣赏，远离大海，最终只会被蒸发。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许多不如意的人生，有 99% 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布施，不愿意服务他人。第5条天机强调，你必须用你所热爱的事物，不断地去证悟生命的真正意义和造物主的真实意图，最终你会悟道得道，实现一个伟大灵魂的觉醒、升级跃迁和蜕变新生，达到与宇宙源头母体意识合一的状态。你会明白，你这一生所见所遇都是人生剧本，所作所为都在借假修真。所谓的财富、事业、成功和金钱都是空的假的。我们忙忙碌碌的一生，
实际上是通过这些假的东西来修一个真的灵魂。真正的东西你看不见，你认为它是假的，而假的东西却是你能看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。这一点非常诡异，它让很多人困惑，把很多人困住。其实，人间的财富、事业、成功，只是你悟道得到之后无心而为的副产品。你只是财富能量在人间流转的通道。财富之所以选择你作为一个渠道，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服务大众，因为你通过灵魂的升级，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布施和服务的素质。所以，不要感叹你能力强、运气好。你越早领悟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造物主的真实意图，你就越早能体验到什么叫大自在、大快乐、大智慧和大富足。遵循这5条天机的指引去生活和工作，你将经历一次深刻的蜕变。因为当你从事你所热爱的事情时，你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，焦虑和恐惧将从你的心中消失。你对热爱的事情充满信心和敬畏，你会安于当下的每一刻，不再四处张望，而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全身心投入，享受其中的乐趣。因为你在不断追求更高的标准和品质，你所做的事情将充满强大的能量，能够实现你所有的愿望。同时，当你发菩提心，从事公益和服务时，你将获得名声和财富。你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和造物主的真实意图，你就不会再被尘世的得失、荣辱、胜负所困扰，而是能够体验到宇宙级别的安宁、喜悦、幸福和智慧。我的问题是，你是否有勇气和担当，通过一件发自内心热爱的事情，让自己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？你是否能够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和造物主的真实意图？你是否愿意天人合一、知行合一、心神合一地开始新的生命旅程？朋友们，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显化出我们想要的生活和生命，创造出我们想要体验的生命的风景和情节的话，那么请你继续听下去，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的。在我们开始发挥创造力之前，我们需要遵循一些原则。现在我将重新梳理这些原则，以使其更加条理化，以便大家更容易理解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摒弃以前的二元对立信念，这种信念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。因此，我们必须与过去的二元对立信念说再见。二元信念的最大特点是，我们认为自己与世界是分裂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渺小，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，我们的生活无法由自己掌控，我们的命运受到他人的控制或外界的因缘影响。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痛苦、艰难、冲突和烦恼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二元对立信念。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直接塑造了我们感知的世界，正如我们信念中所理解、认同和认识的那样，它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烦恼、痛苦、无常、混乱、
冲突、纠结和恐惧的世界。由于我们持有这些二元对立的信念，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带着二元对立的思想，这些念头构成了我们的现实生活。这就好比一张光盘，光盘上的混乱信号必然会投射出一个混乱的世界。要重获创造力，我们必须消除这些二元对立的思想。我们的心灵就是这张光盘，里面有什么样的信念，就会投射出什么样的世界。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二元对立信念都清除掉，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生活的创造者，真正成为生命的主人，真正找回创造的力量，用这种力量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活。我们的心灵是主宰，是宇宙的创造者。没有心灵就没有宇宙，宇宙就是我的心灵所创造的。这就是说，整个宇宙都是我心灵的幻化。心灵是原因，是界限，是结果。在二元的世界里，我们总是从一个现象推导出另一个现象，我们所有的因果都在现象中寻找。这种认知使我们无法找回自己的力量，导致我们不断在这个二元对立的因果法则中沉沦，颠倒梦想。这使得活在二元世界里的人只会在生命中与他人争夺，争夺名利、爱，甚至功德。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去争夺，对自己无利就抗拒、排斥。基本上，人们都处于这样一个生命状态，每天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，心灵没有一刻能够安住。因此，要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必须回归本源，回归到我们创造者的身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流落民间的乞丐，你发号施令是没有用的，只有你这个乞丐重新回到王宫，戴上你的皇冠，穿上你的王服，然后再拿出你的玉玺圣旨，发出你的命令，那么整个国家都会为之震动，都要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动，都要按照你的圣旨去落实。你想要什么，他们就必须奉献出什么。所以，你的世界你做主。实际上，情况确实如此。一些朋友可能会好奇，如何才能真正告别二元对立的世界？首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并改变我们的信念。那么，如何将这种认识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呢？落地就是要认识到，我们不仅仅是这个肉体。如果我们只是将意识局限在这个肉体中，那么我们就会变得像一个乞丐一样，缺乏创造力。这时，我们需要将意识从肉体中释放出来，回归到我们周围的世界，将意识扩展到整个虚空。从你的肉体中，将意识扩展到周围的空无。这个空无才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身份，而这个空无就是觉知。当你的意识回到周围的空无时，那么这个空无就能看到你周围的所有发生。这就是觉知力，它不仅看到，而且包容、允许、接纳和平等对待一切，不加以分别。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空无。
因此我们需要学会一个本领，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将意识从肉体中释放出来，就像水蒸气从湖中慢慢释放，弥漫到整个空间，最终又包裹住湖一样。你的意识就相当于水蒸气，慢慢弥漫开来，包裹住你的肉体，这才是你真正的身份，才是你真正的觉知力。在湖里的水蒸气，就像我们的小我意识，被局限在湖中，因此很小，而已经释放出来的水蒸气，就是你的真我，你的大我。它充满整个虚空，空间有多大，它就充满多大的空间。这是一种放松的、全然允许的、包容的、无边无际的、无所不知的大意识。而这个意识就是我们的觉知，就是我们的觉知力。当然，这个空间的大小和觉知力的敏锐度与我们平时的修行有关。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大，因此我们要创造的第一个原则是，首先你要明白，你不仅仅是肉体的存在，而是整个灵性、空性和真我本质的觉性存在。也就是说，被限制在肉体中的那个小小的意识，并不是你真正的意识，它只是你意识的一小部分。真正的你，是外面那个无边无际的虚空，那个大意识才是真正的你。所以你要回归于空，从这个有回归于空，再在空里边去创造。这就是所谓的空生妙有。如果你不将你的意识扩大，不将你的意识从肉体中释放出来，回到你的觉知，你就很难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，因为你所有的意识都被压抑着。所以我们要平时带着觉知去生活。第一个原则，概括一下，就是告别过去的信念，将你过去的那些匮乏的、没有力量的二元对立信念通通清除掉，让它像云彩一样飘过去。你现在是一个王者，不是一个匮乏的乞丐。将那些匮乏乞丐的意识统统去掉，换一套王者的信念，拿回你的自信，拿回你的力量，而且不要受他人的影响，相信自己是生命的创造者，世界的创造者。这个很重要。同时打开我们的心量，敞开我们的心量，扩大我们的心量。我们的心量一打开，能量就自然而然能够回收，能量一足，创造力就大。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内圣外王的状态。内圣就是内在有圣人的浩大空间，因为圣人是我们的本来身份，而这个浩大的空间里面有着包容、允许、平等、不分别的特点，才能够接纳天下。它不评判，不分别，这个是我们内在敞开的空间。那么外王呢？就是你才会有力量，王者才有气势，才有力量嘛，才能够创造出你想要的生活。这个叫内圣外王。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这样，告别二元信念，打开你的心胸，回到你的觉性空性，
将你内圣外王的状态活出来。第二大原则要求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负责。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烦恼和痛苦的二元世界中，而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，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。为什么我们会创造这样一个痛苦和烦恼的世界呢？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二元对立信念。因此，我们要对过去充满烦恼和痛苦的生命状态负起责任，去接纳它，因为那是我们一种生命的体验，是我们自己想要去体验的。在无明的状态下，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中画画的人，每画出来的一笔都是混乱的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，但又在拼命地画，所以画出来的画都是混乱不堪的。虽然是混乱不堪的，但也是我们自己画出来的，不是别人画的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总是将我们自己过得很烦恼、很痛苦的这样一个原因归结于别人，是我们不愿对自己所体验的这种生命状态负起责任。我们总是遇到一些事情，就会找替罪羊，怨天尤人，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，去怪罪别人，去怨别人，去恨别人的心态，让我们从二元里出不来。现在我们要拿回我们的创造力，你就要认账，你就承认。就像一个画家，你之前是没有灯在那里画画，画一个乱七八糟的画，但是你要承认这个画是你画的，不是别人画的。你为什么画出乱七八糟的画呢？就是由于没有灯。那么我们现在打开灯来，有光了，光明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以前的画我承认是我画的，从此以后我再重新去画另外一张画。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接纳过去，不要老说过去如何如何的不好，不要去评判过去，就承认过去只是你生命的一种体验，是你自己的创造。当你接纳你的过去之后，房间的灯才能打开，你才能在光明下重新去创造。如果你去抗拒、评判、怪罪、指责、怨恨，那么这个灯就不会打开，它就还处在一种无明，你就没有办法重新去创造。所以一旦我们能够接纳，就表示你已经回到你的本来面目，回到你的觉性觉知了。因为在觉性觉知下面有一份平等，这份平等和包容就能够包容你的过去。你的过去在你的包容与接纳之下，在你认账的情况之下，它就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，就翻过去了。这个时候房间的灯一打开，或者是说太阳照了进来，你就可以重新铺开你的纸，再重新去描绘你人生的生命风景。所以接纳过去，对自己的生命负责，接纳你的过去，创造你的未来，这是第二大原则。这里的核心就是接纳。接纳有几大内涵。第一是接纳你自己的生命状态，接纳别人对你所做的一切，接纳别人对你所做的事情，接纳别人对你说过的话，就是你认为别人对不起你的。你要认识到，不是别人的问题，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。
所以放下过往的种种的恩恩怨怨，让它像风一样吹过去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，不是有人真的伤害你，不是有人真的在这里迫害你，不是真的有人在这里打击，也不是真的有人在这里给你搞阴谋，都是你自己的一个创造。所以要放下过往的所有的一切的爱恨情仇，不但要接纳，而且要感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所有的生命体验都是因你的创造而来的，所有的人事物都是配合你来的，因为你需要这种体验，所以他们就来了。现在你体验已经完成了，那么你想要换一种体验，你就要对他们说感恩你们，你不怨了，不恨了，那么以前的所有的不愉快的人事物就会从你的生命里消失。如果你去怨去恨，你不接纳不认账，那还得留在这个地方。所以第二条的核心就是接纳过往，感恩过往，接纳过往的人事物，接纳过去的自己，接纳过去自己的黑暗面、阴暗面，也接纳别人对你所做过的种种的事情。接纳才能过去，才能重新开始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创造未来了，就如同重新铺开一张白纸，而且头上有太阳，有光明照耀着你，你就不至于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之下去创造去画画，你就可以将这幅画画得非常的精彩漂亮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创造你想要的人生的画卷。所以这是第二大原则。这两个原则就像是你要出演一场戏剧，想要表演一个节目，你必须首先为自己搭建一个舞台，布置一个背景。而这两大原则就是背景和舞台。当你将这个舞台布置好了，背景布置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上演你的戏码了，演绎你人生的戏剧，展示你人生的精彩。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可以让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